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美国加州临床心理师 Caitlin，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你有没有遇过一种人，常常就是一下你这个人就是完美无瑕，然后呢过一段时间突然就觉得你这个人真的是糟糕到极点。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讨论一下边缘型人格最常见的一个 splitting， 就是分裂的行为，我们一起来看看吧。首先一样，在我们开始之前呢，先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们这个频道是跟心理相关的，所以如果你对于这样子的议题有兴趣的话呢，麻烦帮我们按下订阅，还有不要忘记按下小铃铛，记得追踪哦。好，所谓的 splitting 呢，我们今天会跟大家讨论 splitting 它在发展过程当中是怎么样会造成一个人会有这样子一个分裂的行为，然后splitting 它常见的一个状态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还有最后，如果我们自己有这样子的一个分裂的行为的话，我们可以怎么做来自助？我们先跟大家解释一下 splitting 的定义。那之所以人在发展过程当中呢，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分裂的一个状态？我们先跟大家解释一下所谓的客体。我们等一下会提到所谓的客体呢，其实就是人，那就是我们产生一种爱的对象。那这个爱的对象呢，可以是我们的依附的人，例如说像主要照顾者，在小时候呢，最常见的就是爸爸妈妈。那在我们长大之后呢，我们的爱的对象就会是我们恋爱的人，或者是我们的另外一半。OK， 所以我们等一下会提到，就是在小时候呢，我们接触到的客体会带给我们一种好的印象，那也有一种是不好的印象，可能他们对我们很凶，又或者是这个人对我不理不睬。那所以呢，我们会有好的跟不好的。那因为我们的年纪还很小，所以我们的那个大脑呢，我们的 ego 没有办法完全做好一个整合。那在成长过程当中呢，如果我们的主要照顾者，也就是我们依附的对象呢，他对我们的那个关心还有对我们的照顾非常的不稳定，有的时候他在可能会突然就完全不见了，然后自己的那些生理需求，然后被疼爱的那个需求完全没有被满足，又或者是时不时就换了一个人，又或者是呢突然这个人他就突然变得非常的暴躁，然后对这个婴儿大吼大叫。那些不好的跟那个好的有太强烈的一个对比的时候，在小孩子的脑里头很难去做一个整合，原来这个人所谓的主要照顾者可能是爸爸或妈妈，这个人很爱我，对我很好，但是这个人也会对我很凶。那因为在小时候没有办法做这样子一个整合，因为那个凶不能完全随时都在，然后没有办法满足我们需求的那种会伤害到我们的那个客体，那个不好的部分实在是太强烈太大了，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跟这个人也会好好的照顾我，也可能会疼爱我之类，没有办法这样结合，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它分开，甚至觉得这个实在是太强烈太侵略性了，怎么可能会跟这个是在一起的呢？这样会把这个好的部分给吃掉，所以在大脑里我们就变成了两个部分，只有好或不好。那一般呢，我们一个心理状态比较健康的人的心态呢，我们就会了解，其实人有好也有坏，那更多的时候是中间那个灰色地带，也就是说呢，我知道你这个人是个好人，但是我也知道你有你的缺点，然后你会犯错，你会做错事，你会让我失望。那更多的时候呢，可能我对你的感觉是比较平庸的，很多事情就是一般般。那这是我们一般比较能够整合所谓的好跟坏的客体整合在一起的一个心理的一个状态，但是对于有边缘型人格倾向呢，比较难有这样子的一个整合。所以呢，我们接下来会跟大家解释一下，在边缘型人格他们的分裂行为在人际关系当中会是一个什么样子。例如说呢，在我们临床上面很常见的就是当他们一进来诊疗室的时候，他们会说，哇，你好了解我，你是我遇过最好的心理师了，你人超好的，跟我之前那个完全不一样，他超坏的。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小心一点，因为我知道我不是完美，但是在他们眼中你是完美。
为什么呢？因为在他们的内心里头，记得我刚才说的，有一个好的，完全是好的，跟那个完全是不好的。你是好的人，你就完全不可能会做不好的事情，那是不可能会发生的。如果你是一个不好的呢，你做任何事情都是坏人，都会伤害我，所以我要离你远一点。所以你会发现呢，他们会把人切分成两个族群，一个就是你是完全是好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你是完全是坏的。你是绝对会伤害我的，那就是我们以前的影片呢有提过，也就是他们会把人 idealization， 还没有完全认识这个人的时候，他们会把你理想化，然后呢，也会在你做一些事情没有办法得到他的期望，又或者是让他失望，他就会把你完全贬值，完全贬低化，然后觉得你是一个会伤害人的，就把你踢走了。那所以他们在人际关系里头呢，你会发现他们很容易会切断关系。例如说呢，可能他觉得在这个公司里头跟几个同事几句不合，觉得人家都讨厌他，或者是说被人家说了几句，他就觉得不行，我待不下去，我要走。又或者是呢，他跟你是个朋友，一开始的时候每天打电话给你，跟你非常非常的好，非常的亲近，觉得你们简直是一拍即合，上辈子的姐妹。然后呢，突然一瞬间你可能说了几句话说错了，他不高兴了，又或者是什么事情让他失望了，然后之后他就对你非常的冷淡，完全不理不睬。那或者是呢，是你约会对象的话，他还会对你非常的甜蜜，然后跟你说一大堆非常甜言蜜语的话。然后呢，当你突然对他画下界限，或者是没有办法做到他期望你做的事情的时候，他会很快就把你推走，甚至 ghost you， 就是消失不见这样。那可能有时候我们在关系里头呢，更常见到的是呢，他们会对人暴怒。那其实呢，在边缘型人格里呢，他们除了对人会产生这样子就是突然的一个暴怒的一个状态，他们其实更多呢是对自己生气。为什么？因为他们其实是之所以会这么做，就是切断人际关系，又或者是把你变成理想化或者是贬低化，其实都是来自于一个内心太害怕被抛弃了。记得我们之前的影片有提过这个部分，就是因为太害怕被抛弃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发展出一个防卫机制来保护我们自己不要受伤，保护我们自己不要被丢掉。所以呢，我们就会必须要用这样子的方式。如果我开始觉得你这个人可能有些行为让我觉得怪怪的，你可能会伤害到我，那我就要把你推走，我就不要你这个人在我身边。所以他们常常会有这样子非黑即白的那种行为举止，然后会让他们身边的人呢觉得就是自己好像如履薄冰，然后没有办法跟这个人好好的相处，甚至觉得这人怎么这么难相处。那这一些呢，其实都是蛮常见的。那所以到最后，我们现在要来探讨的就是，如果我自己是有这样子的边缘型人格的这样子的一个分裂的倾向怎么办？每一个人都会很害怕自己是被抛弃的那个人。在一段关系里头，你喜欢上一个人，大家对于这样子就是被抛弃，多多少少都会害怕。但是我们自己内在会有一个心理一个建设，或者是有一个心理的一个自我概念，对这个人可能不喜欢我，很难过，我很受伤，但是我知道 eventually 迟早我会好的，我会再遇到适合我的人，而不是这个人不要我了，那我的人生就失去意义了，没有什么好活的，然后我觉得我不想活，然后我想要就是伤害自己，这个是比较边缘型的一个状态。所以呢，我们觉得其实真正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呢，最常的是提醒，就是如果你有这样子一个边缘型人格的倾向的时候呢，其实先去看我有没有这样子一个倾向，我会不会有一种这种冲动，我想要把人家给推走，然后或者是我会有一种冲动，会想要把人就是又觉得你是一个完全坏的人，你就是很糟糕的人，你有半点好。因为我们自己内在会有那种冲动，然后自己会感觉得到。当你自己开始会想要这么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试着去挑战我们自己的思维。例如说，这是真的吗？这个人是完全糟糕的吗？有没有相反的证据去证明说其实他有他的好的地方？有没有可能其实这只是一时一瞬间，或者是这一个独立事件导致这个人做了这件事情让我失望，让我生气，但是其实他不是故意的。那当我们能够一次一次的去挑战我们自己，或者是一次一次发现自己有这样子一个冲动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慢慢的去了解，
是这股冲动让我去做下这个决定，会让我想要做这件事情，但是也因为我有一个觉察，所以我会把我自己跟这个冲动想要做的事情放下一些距离，释出一些空间，那我可以选择我要不要 act on it， 我要不要做这件事情。我们可以选择不要，我们可以选择用不一样的方式去应对。当然很多事情其实 is easier said than done， 也就是说永远都说的比较容易，我也很清楚。所以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其实是需要非常非常多的练习，透过一些自我觉察，然后透过不断的去练习，不要在一瞬间就马上把自己内在那个冲动的一个想要做的事情马上付诸行动，这是需要时间去练习，慢慢去控制自己的情绪，慢慢去练习不要被我们的那个冲动所控制，那我们才能够去慢慢去改善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也学着去接纳 OK 这个人他有他好的地方，但是他这个人呢也有可能会做一些事情让我难过，让我生气，让我失望，但是我内心我还是会可以记得他是有他好的部分。一样的，对我们自己也是，我们自己内在也能够有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自我概念，就是 OK 我是一个好的人，我是一个内心善良的人，但有的时候我可能会因为我情绪比较激动，可能会说一些话伤到人，又或者是我可能会做一些事情比较伤人，但是我还在努力的去改善我自己，我还在努力的去修复我自己。这不代表我是一个很差劲的人，这不代表我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人，只是我还在努力的去改善。这样子我们对于自己的一个概念也会比较稳定，也能够慢慢去接纳我是一个有好也有坏的人。好，今天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不知道你对于所谓的 splitting 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呢？又或者是你有没有学过什么样的一个妙招来去帮助你去克服这样子内在的一个冲动？欢迎在下方帮我们留言哦。然后如果有什么样的感想的话，也欢迎留言。那我们下一次见喽，拜拜。